在这个充满噪音和标准的现代社会里，你是否经常感到一种难以名状的疲惫？这种疲惫不是来自体力劳动，而是源于心灵深处的持续紧绷。我们从小被教育要成为一个好人，要顺从社会的规则，要满足父母的期望，要在职场上表现得体，仿佛我们的人生就是一场永无止境的表演，而观众永远是挑剔的他人。这种为了迎合外界评价而存在的生存方式，斯多葛学派并不称之为美德，这其实是一种伪装成道德的奴役。当你为了获得赞赏而行善，或者因为恐惧惩罚而守规矩时，你并没有真正的自由，你只是一个被隐形绳索操控的精致木偶，你的灵魂正在这种表演中慢慢枯萎。我们必须首先厘清一个至关重要却常被混淆的概念：斯多葛主义的伦理与世俗的道德主义有着天壤之别，甚至是完全对立的。道德主义往往是一套僵化的外部清单，它告诉你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它像是一个严厉的监工，时刻拿着鞭子站在你身后，要求你压抑自己的本性，去适应社会的模具。这种外在的压迫只会产生虚伪和内心的愤怒，让我们活在焦虑之中，担心一旦面具滑落就会被人群抛弃。而斯多葛哲学所追求的从来不是这种表面的顺从，他不关心你是否看起来像个圣人，他关心的是你的内在统治核心是否处于理性的掌控之中。试想一下，如果一个人不偷窃仅仅是因为害怕警察，或者害怕死后下地狱，那么他的内心其实与小偷无异，因为他的欲望仍然是贪婪的，只是胆量被恐惧压制了而已。这就是道德主义的局限性，它无法改变人的本质，只能规范人的行为。相反，斯多葛学派的圣贤之所以不偷窃，是因为他深刻理解到身外之物对于幸福毫无价值。偷窃这种行为会损害他自己高贵的灵魂，破坏他内心的宁静与和谐。这种基于深刻理解和自我选择的行为才是真正的伦理，它是源自内在的强大力量，而不是对外在力量的怯懦屈服。这种区别听起来可能很抽象，但它直接关系到你每天早上醒来时的感受。你是为了别人的目光而活，还是为了自己灵魂的卓越而活？大多数现代人的焦虑根源就在于我们丧失了道德自主性。我们把评判好坏的权利交给了社交媒体的点赞数，交给了银行账户的余额，交给了老板的脸色。当我们把定义自我价值的权利拱手让人时，我们就自愿走进了精神的牢笼。艾比克泰德这位曾经身为奴隶的哲学大师曾说过，没有人能伤害你，除非你同意受伤害。这句话不仅仅是关于忍受痛苦，更是关于夺回道德判断的主权。我们需要意识到，真正的斯多葛主义者并不是一个冷漠无情的苦行僧，也不是一个只会遵守规条的机器人，而是一个拥有极致自由的战士。他们明白，这个世界上唯一真正属于我们的，既不是名声，也不是财富，甚至不是我们的身体，而是我们如何运用我们的判断力。当你意识到不需要向任何人证明你的善良，不需要为了合群而扭曲自己的价值观时，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感就会油然而生。这种轻松感不是放纵，而是因为你的言行终于与你的内心达成了一致，你不再需要消耗巨大的能量去维护谎言。然而，这条通往自主的道路并不好走，因为它要求我们必须直面内心的恐惧，去挑战那些我们习以为常的社会真理。许多人宁愿在痛苦中顺从，也不愿在自由中承担责任。我们害怕，如果我们不再扮演老好人，就会变得自私自利，就会被孤立。这是一个巨大的误解。斯多葛哲学的自主性并不意味着与世界为敌，而是意味着我们参与世界的方式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从被迫参与变成了主动奉献。当你的善良不再带有讨好的目的，你的善意才会变得纯粹而有力，你的人际关系才会从交易变成真正的连结。马可·奥勒留，这位统治着罗马帝国的皇帝，每天都在面对无尽的背叛、战争和瘟疫，但他从未让这些外部的混乱燃指他内心的圣殿。他在沉思录中反复提醒自己，不要去管别人说什么、做什么或想什么，而要管你自己做什么才是正义的，想什么才是圣洁的。这就是道德自主性的极致体现。他告诉我们，无论身处何种环境，我们都有能力选择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这种选择权是任何暴君、任何灾难都无法剥夺的。如果你现在感到迷茫，不知道什么是对，
什么是错，或者觉得自己总是活在别人的阴影下，那么请深吸一口气，准备好迎接一场思维的手术。我们将要剥离那些附着在你灵魂上的多余脂肪，那些虚荣、恐惧和盲从，让你的理性肌肉重新显露出来。我们将不再谈论那些空洞的道德教条，不再告诉你应该做什么，而是要探讨为什么你要这样做。只有当你理解了行为背后的逻辑，你才能从根本上获得解脱。这不是关于变得更好，而是关于变得更真实。在这个视频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将深入探讨如何具体操作这种转变。我们将不再满足于浅显的励志金句，而是要挖掘斯多葛哲学中最硬核的心理工具。我们会学习如何区分控制的二分法中的道德含义，如何通过预演来强化我们的自主性，以及如何在诱惑和压力面前保持不动如山的定力。这是一场关于夺回灵魂主权的战争，而武器就是你的理性。请记住，道德不是为了让社会满意，而是为了让你自己的生命值得一过。一个没有道德自主性的人，就像一片在风中飘零的枯叶，风往哪里吹，他就往哪里去。他的一生都是偶然的堆积。而一个拥有道德自主性的斯多葛主义者，则像是一艘在大海中航行的巨轮，虽然风浪可以拍打船身，但舵手始终坚定地掌握着航向。现在问问你自己，你是那片枯叶，还是那位舵手？如果是后者，那么请跟随我进入下一章，我们将开始构建你内心的防御工事。要理解斯多葛学派的伦理自主性，我们必须掌握一把能够切开虚妄与真实的手术刀，这把刀就是我们常说的控制二分法。但在伦理层面上，大多数人误解了它的用法，仅仅把它当作减轻焦虑的工具。其实它是重新定义善与恶的基石。在道德主义者的眼里，结果决定一切。如果你救人失败了，你就是无能的；如果你说了真话却导致了混乱，你就是鲁莽的。这种以结果论英雄的逻辑，迫使我们为了不可控的结局而焦虑。然而，对于斯多葛主义者而言，唯一的善存在于我们的选择之中，而唯一的恶则是意志的堕落。只要你的意图是合乎理性的，你的行为是出于正义的，那么无论结果如何，你的道德价值都已经圆满完成，不增不减。让我们引用斯多葛学派最经典的射箭手比喻来具体说明这一点。想象你是一位站在战场上的弓箭手，你的目标是射中靶心。道德主义会告诉你，你必须射中，否则你就不是一个好射手。这种思维让你手心出汗，呼吸急促，因为风向、目标的移动，甚至弓弦的突然断裂都不在你完全掌控之中。一旦脱靶，你就会陷入自我谴责的深渊。但斯多葛学派告诉你，你的任务不是射中靶心，而是尽其所能的完成瞄准这个动作。射中与否是命运的领域。当箭离弦的那一刻，你的任务就已经完美结束了。至于箭去向何方，那是神的旨意，与你的道德无关。这种思维模式的转变，能从根本上治愈现代人的讨好型人格。我们之所以痛苦地想要取悦他人，是因为我们错误地认为别人的认可是善，别人的拒绝是恶。我们把自己道德价值的评判权像廉价传单一样分发给了路人。当你开始实践斯多葛的伦理观，你会意识到，别人的赞美不能让你变得更好，别人的毁谤也不能让你变得更坏。就像一块翡翠，不会因为别人的赞美而变得更绿，也不会因为无人欣赏而失去光泽。你的价值是内在的、固有的，它取决于你是否忠实于自己的理性原则，而不是取决于外界的掌声是否热烈。这里必须提到一个核心概念，美德本身就是回报。这句话听起来像老生常谈，但它是对抗功利主义道德的终极武器。现代社会教导我们，做个好人是为了有好报，是为了积累人脉，或者是为了死后上天堂。这种交换思维让善良变成了一种投资。一旦回报不如预期，比如你帮助了朋友却被背叛，你就会产生巨大的怨恨和愤怒。斯多葛主义者从不失望，因为他们从不期待道德之外的额外奖赏。如果你帮助朋友是因为这是正确的事，那么在你伸出援手的那一刻，你已经获得了最高的奖赏，你成为了一个高尚的人。朋友是否感激，那是他的事，
与你的行为是否圆满毫无关系。塞内卡曾尖锐地指出，你问我行善的报酬是什么，就是行善本身。这是一种极高阶的道德自主，它要求我们斩断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心理期待。当你不再为了被爱而爱人，不再为了被尊重而尊重人，你的行为就获得了纯粹的力量。这种力量是无懈可击的，因为没人能剥夺你自己认可自己的权利。这种心态会让你变得异常强大，你会发现自己在面对忘恩负义的人时，不再愤怒，而是感到一种淡淡的怜悯，因为你知道他们错失了成为一个感恩之人的机会，那是他们灵魂的损失，而不是你的损失。然而，要达到这种境界，我们需要警惕一种隐蔽的敌人——虚荣。马可·奥勒留曾警告自己，不要成为一个凯撒化的人，不要被紫袍染透了灵魂。在现代，这意味着不要被你的职位、头衔或社交形象所吞噬。很多时候，我们坚持某种道德立场，不是因为它正确，而是因为它能让我们看起来很酷，或者显得比别人优越。这依然不是自主，这是被虚荣心奴役。真正的自主道德往往是沉默的，不引人注目的。它是在没人看见的时候捡起地上的垃圾，是在利益受损时依然信守承诺，是在所有人都疯狂时保持清醒。这种无人知晓的坚持，才是铸造灵魂钢铁的时刻。为了强化这种自主性，我们必须练习将偏好之物从我们的道德核心中剥离。金钱、健康、名誉，这些在斯多葛哲学中被称为中性之物，它们既不是善也不是恶，它们只是道德表演的道具。一个道德自主的人，既可以在富裕中保持节制，也可以在贫穷中保持尊严。如果你因为失去了金钱而觉得自己做人失败，那就是混淆了道具和演技。请记住，一个伟大的演员，即便穿着乞丐的衣服，也能展现出王者的气质；而一个蹩脚的演员，即便穿着黄袍，依然显得猥琐。斯多葛伦理学就是教你如何磨练演技，而不是教你如何抢夺黄袍。我们还需要学会构建内在的法庭。在世俗生活中，法律和舆论是外在的法庭，他们审判你的行为是否越界。但在斯多葛的生活方式中，你必须在内心建立一个更严格的法庭。每天晚上，你都要传唤自己受审。这不是为了自我折磨，而是为了自我校准。毕达哥拉斯学派和斯多葛学派都提倡晚间反思。我今天哪里违背了理性？我哪里受制于情绪？我哪里为了迎合他人而说了违心的话？在这个内在法庭里，你是被告，也是法官，更是辩护律师。只有通过这种日复一日的自我审查，你才能逐渐拿回被社会习惯夺走的道德主权。这种内在法庭的建立，能让你对外界的批评产生免疫力。当有人指责你的时候，你不需要急着辩解或反击，你只需要回到你的内在法庭查阅记录。如果你确实做错了，那就修正它，并感谢对方的指出。如果你没做错，那么对方的指责就是关于他自己的错误判断，与你无关。正如艾比克泰德所说，如果有人告诉你某人在说你坏话，不要去辩解那些指控，而要说他显然不知道我其他的缺点，否则他不会只提到这些。这是一种何等的幽默与自信！这种自信不是来自傲慢，而是来自对自我真相的完全掌控。接下来，我们要引入一个具体的心理工具，将必须转化为选择。语言塑造我们的思维。当你说我必须去工作，我必须照顾家人时，你在暗示自己是个受害者，是被迫的。试着改用斯多葛的语言，我选择去工作，因为我重视勤勉的价值。我选择照顾家人，因为我珍视亲情的责任。仅仅是词汇的改变，就能让你从奴隶变成主人。每一个道德行为都应该是你理性深思熟虑后的主动选择。这种语义上的重构，能让你即使在做最枯燥的义务时，也能感受到尊严和自由。同时，我们要警惕同理心的陷阱。现代道德观过分强调感同身受，甚至要求我们为了别人的痛苦而痛苦。但斯多葛学派认为，过度的情绪共鸣会干扰理性的判断。如果医生在手术台上为了病人的痛苦而痛哭流涕，手抖得无法拿刀，那才是最大的不道德。真正的慈悲是冷静的援助。我们要像岩石一样，既能承受海浪的拍打，
又能给遇难者提供栖息之地。保持情感上的适度抽离，不是冷血，而是为了更有效的行善。只有当你自己的心灵不被混乱吞噬时，你才有能力去平息周围的混乱。我们还必须谈谈命运之爱在道德自主中的角色。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命运对我们不公，这让我们愤世嫉俗，从而放弃了道德坚持。我们想，既然好人没好报，那我为什么要做好人？这就是道德不自主的表现。斯多葛主义者拥抱发生的一切，他们把每一个困难的处境都视为展现美德的机会。贫穷是展示节制的机会，危险是展示勇气的机会，毁谤是展示宽容的机会。命运给你什么剧本，你就演好什么角色。你无法选择剧本，但你可以选择演出的精彩程度。这种对命运的主动接纳是道德自主的最高境界。在这个过程中，你会发现自己越来越孤独，但这是一种高品质的孤独。你不再需要混迹于人群中寻求认同，因为你的内心已经足够丰富。你会发现，过去那些让你焦虑的社交规则、潜规则，突然变得可笑且无足轻重。你开始用一种永恒的视角来看待当下的是非恩怨。在浩瀚的宇宙长河中，这一点点委屈，这一点点误解，算得了什么？当你的视野扩大到整个宇宙，微小的道德焦虑就会自动消散，留下的只有对普遍理性的敬畏和顺从。最后，要明白斯多葛的道德自主并不是为了让你成为一个完美的神，而是为了让你成为一个完整的人。我们都会犯错，都会有情绪失控的时候，关键不在于永不跌倒，而在于跌倒后如何看待自己。道德主义者跌倒后会感到羞耻和绝望，斯多葛主义者跌倒后会像拳击手一样站起来，分析原因，调整呼吸，继续战斗。因为我们知道，道德不是一个静止的状态，而是一种动态的搏斗。只要你的意志没有投降，战斗就没有结束。现在，我们已经装备了控制二分法的盾牌和内在目标的利剑，理解了行为与结果的分离。在下一章，我们将进入更深层的领域，探讨如何在充满诱惑和腐败的现代社会中具体落实这些原则。我们将看看那些历史上的斯多葛巨人是如何在生死攸关的时刻展现出令人站立的道德自主性，并将其转化为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行动指南。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继续深入这场灵魂的探索。艾比克泰德曾经面对过一个学生，那个学生问他，为什么我不能就像其他人一样生活？大师反问道，如果你是长袍上的一根线，你会希望自己是那根普通的白线，混入千万根线中无人察觉，还是希望成为那抹边缘的紫色，虽然只有一小缕，却赋予了整件长袍光彩？这就是斯多葛伦理自主性最美妙的隐喻。紫色丝线到大于教导我们成为白线，教导我们融入集体，但斯多葛主义召唤我们成为那抹紫色，这不是为了炫耀，而是为了保持独特的高贵。当周围的人都在为了利益而撒谎、妥协时，你是否敢于成为那个唯一说真话的人？这需要极大的勇气，而这种勇气正是自主性的试金石。历史上最震撼的紫色丝线案例，莫过于罗马元老赫尔维狄乌斯·普利斯库斯。当皇帝维斯巴乡威胁他不准去元老院，或者去了也不准说话时，普利斯库斯平静地回答，去不去是我的职责，杀不杀我是你的权利。当皇帝警告着会招致杀身之祸，他回答，我何曾告诉过你我是不朽的？你会做你该做的杀我，我也会做我该做的无畏的死。这段对话是道德自主性的巅峰展示，他没有尖叫，没有求饶，也没有谩骂皇帝，他只是清晰地划分了界限。你是皇帝，你可以控制我的肉体；我是哲学家，我必须捍卫我的灵魂。这种冷静的对抗比任何愤怒的咆哮都更有力量。当然，我们大多数人不会面临生死的抉择，但我们每天都在面临微小的死亡。在职场上，当老板让你对客户夸大产品功能时；在饭局上，当众人都在嘲笑一个不在场的弱者以取乐时，这时候你的道德自主性在哪里？道德主义者会告诉你，为了生存，忍一忍吧。或者别扫大家的星星。
斯多葛主义者在这种时刻会感到一种生理上的不适，因为违背良知比违背命令更让他们痛苦。我们必须学会练习温和的拒绝。你不必掀桌子，但你可以选择沉默，或者平静地离开，这就是你的主权宣告。这里我们引入一个极具实操性的概念：生活是有代价的交易。艾比克泰德用买生菜来比喻这种道德选择。如果在市场上生菜卖1奥波尔货币单位，有人付了钱拿走了生菜，而你没付钱，所以没拿到，你吃亏了吗？没有，你有你的钱，他有他的生菜。同样，在生活中，如果别人通过谄媚老板获得了升职，而你因为坚持原则没有获得，不要嫉妒他，因为他付出了你付不起的代价，他的尊严和自主。你没有得到升职生菜，但你保留了你的正职钱。你不可能既想保留尊严，又想得到靠出卖尊严换来的利益。这就是宇宙的公平交易法则。认清这一点，你的内心就不会再有任何不平。许多人痛苦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贪婪地想要双赢，既想当各有骨气的人，又想拿走所有世俗的好处。这是一种幼稚的幻想。道德自主性要求我们必须有失去的觉悟。你必须问自己，为了守护灵魂的宁静，我愿意失去什么？是升职的机会？是虚假的友谊？环视社交圈的点赞？如果你什么都不舍得失去，那你就什么都守护不住。斯多葛主义者并不是受虐狂，我们也喜欢财富和荣誉，但如果这些东西必须通过出卖灵魂来交换，我们会毫不犹豫地将其像脏鞋子一样踢开，因为我们知道灵魂的纯净是不可再生的稀缺资源，一旦污染，清洗的代价太过高昂。为了贯彻这种自主性，我们需要深入理解角色伦理学。我们每个人在世界上都扮演着多重角色，你是人类的一员，你是某个国家的公民，你是父母，是子女，是朋友。斯多葛哲学要求我们在每个角色中都追求卓越，但是当角色发生冲突时怎么办？比如当公司员工，这个角色要求你欺骗大众，而人类这个角色要求你诚实时，道德主义者会陷入混乱，或者选择利益最大化。但斯多葛主义者有一个最高的指导原则：你的首要角色永远是一个有理性的社会性的人类。任何次要角色、员工、官员的要求，如果违背了首要角色的原则，都必须让路。这一点原则确立了，你的人生选择就会变得无比清晰。这种清晰感会带来一种副作用，那就是被误解。当你开始实践道德自主，你周围的人可能会觉得你变得不合群、清高，甚至冷漠。他们习惯了互相抚慰伤口，习惯了共同抱怨体制，却又不愿改变。你的存在对他们来说是一种无声的指责，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他们的软弱。这时候你千万不要退缩，也不要试图去辩解或感化他们。马可·奥勒留提醒我们，直立或者被扶正，你要做那个直立的人。你要习惯于在人群中保持一种精神上的社交距离，这不是傲慢，这是对自己内在秩序的保护。你依然可以爱他们，帮助他们，但你绝不能让他们的混乱渗透进你的防线。为了强化这种防线，我们必须进行道德预演，这通常被用于预演灾难，但它同样适用于伦理挑战。每天早上出门前，花2分钟想象今天可能遇到的道德陷阱。今天那个难缠的同事可能会激怒我，今天在这个项目上我可能会面临诚信的考验。提前在脑海中演练你的反应，如果他激怒我，我将保持沉默并微笑；如果面临诚信考验，我将宁愿损失利益也不说谎。当你提前编写好了剧本，当危机真的来临时，你就不会惊慌失措地退回到本能反应，而是能像训练有素的士兵一样精准地执行你的意志。道德不是即兴表演，它是需要刻意练习的技艺。我们还要在生活中寻找小型的训道机会来锻炼这种肌肉。你不需要等到生死关头才去展现勇气，试着在一些小事上练习，说不。比如拒绝参加一个充满八卦和负能量的聚会，比如当收银员多找了你钱时，主动退还回去，比如在没人监督的情况下，依然严格遵守交通规则。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
其实是在为你的灵魂肌肉进行重量训练。如果你在这些小事上都能坚守自主性，那么当命运巨轮碾压而来，面临巨大的道德诱惑或威胁时，你才有底气说出那句：你可以毁灭我，但你不能腐蚀我。此外，我们要学会区分冲动与赞同，这是斯多葛心理学的精髓。当你看到金钱诱惑，或者面对美女帅哥，或者遭遇侮辱时，你的第一反应冲动往往是生物性的、自动的，这不属于道德范畴，你也无需为此自责。但是接下来的一步，你是否赞同这个冲动，是否决定采取行动，这才是道德自主性的战场。道德主义者往往因为有了坏念头就自我鞭挞，而斯多葛主义者则冷静地观察这个念头，像检查一个可疑包裹一样，然后运用理性决定是接受还是丢弃。这种在刺激与回应之间拉开的微小空间，就是人类自由的全部藏身之处。在这个过程中，你会发现孤独有了新的含义。以前你害怕孤独，是因为你需要别人的反馈来确认自己的存在。现在你享受孤独，因为那是你与内在神性对话的时刻。你会开始欣赏那些历史上的斯多葛典范，比如苏格拉底、小加图。他们在世时往往是大众眼中的异类，甚至是罪人，但他们活出了人类最高贵的样子。你可以把这些人当作你心灵的朋友。当你面临抉择时，在心中问一句：如果是苏格拉底，他会怎么做？这种跨越时空的对话会给你注入无穷的力量。同时，我们要警惕道德优越感的陷阱。当你开始掌握自主性，看着周围那些随波逐流的人，你很容易产生一种鄙视感，这非常危险。一旦你开始鄙视他人，你就又把目光锁定在了外部世界，你就又变成了一个评判者，而不是实践者。真正的斯多葛主义者对他人是宽容的，甚至是充满悲悯的，就像一个视力正常的人不会嘲笑盲人走路跌倒一样，一个拥有道德理性的人也不会嘲笑那些灵魂失明的人。你应该想，他们只是还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善，就像我曾经不知道一样。这种谦卑是保护你道德自主性不变质的防腐剂。最后要记住，道德自主是一场没有终点的马拉松。你不会在某一天突然毕业，获得一块完美圣人的奖牌，甚至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你都可能面临考验。这听起来似乎很累，但这正是生命的乐趣所在。我们不是被设定好程序的机器，我们是每一刻都在重新创造自己的艺术家。你的每一次正确选择，都是在为你灵魂的雕像凿去一块多余的石头。这座雕像可能永远无法完美，但它会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坚硬，越来越像你自己。现在我们已经完成了从内在认知到外在应对的全面武装，我们理解了自主性的核心，掌握了应对社会压力的工具，也学会了如何处理与他人的关系。但是这一切的努力，如果放在浩瀚的宇宙尺度下，究竟有什么意义？如果不解决这个终极问题，我们的坚持可能只是一种高级的固执。在最后一章，我们将把镜头拉高，从宇宙的视角来审视我们的道德威力，并用斯多葛最深刻的死亡哲学，为你的自主性打上最后一个不可磨灭的钢印。请调整呼吸，我们将进入最后的升华。当我们过分纠结于办公室的政治斗争，或者邻居的闲言碎语时，我们的道德视野就会变得狭窄而窒息。斯多葛学派提供了一剂强效的解毒剂，那就是俯瞰视角。试着闭上眼睛，想象你的意识缓缓升起，穿过屋顶，升入高空。你看着脚下的城市变成了一张地图，你看着人群变成了忙碌的蚂蚁，你看着国界线消失，地球变成了一颗悬浮在黑暗中的蓝色弹珠。在这个宏大的尺度下，你刚才还在为之焦虑的丢脸或不被认可，显得是多么微不足道。宇宙不在乎你的职位高低，也不在乎你的银行存款，它只在乎你是否顺应了理性的法则。这种宏观的视角并不是要让你感到虚无，而是要帮你过滤掉那些并不重要杂讯，让你聚焦于唯一真实的东西，你灵魂的品质。在这个浩瀚的宇宙城邦中，我们首先是宇宙的公民，其次才是某个国家的居民。这意味着我们的道德标准必须高于世俗的法律。
世俗的法律可能允许你钻空子，允许你合法的伤害他人，但宇宙的理性法则不允许。一个拥有道德自主性的人，他的行为标准是与宇宙的和谐共振。当你选择诚实，不是因为害怕法律惩罚，而是因为谎言会在这个神圣的宇宙秩序中制造不和谐的音符。你不再是一个被迫守规矩的小学生，你是一个维护宇宙秩序的参与者。这种身份的转变会赋予你一种神圣的庄严感，让你羞于做出任何卑鄙的行为，即使是在无人知晓的暗处。时间的洪流同样是检验道德自主性的试金石。马可·奥勒留经常提醒自己，看看那些曾经不可一世的帝王将相，他们现在在哪里？都变成了尘土和传说。那些曾经让他们彻夜难眠的荣辱得失，现在还有谁记得？如果连凯撒的名字最终都会在时间的长河中被遗忘，那么你为了博取他人一时的赞赏而出卖自己的原则，是多么愚蠢的一笔交易。我们都在走向遗忘，这是一个不可逆转的事实。既然结果都是归于尘土，那么过程中的表演是否精彩，是否忠于自己的剧本，就成了唯一的意义。不要为了观众的掌声而活，因为观众和你一样，很快就会离场。这就引出了斯多葛哲学中最震撼人心的概念——死亡的沉思。死亡不是一个悲剧的终点，而是道德自主性的最终保障。试想一下，如果你知道自己将在今晚死去，你还会在意那个讨厌的同事说了什么吗？你还会为了面子而撒谎吗？不会。在死亡的聚光灯下，所有的虚伪、面具、讨好都瞬间崩塌，只剩下最赤裸的真实。死亡剥夺了我们推迟行善的借口。你不能说我明天再开始做个正直的人，因为明天可能永远不会到来。每一天都可能是你的最后一天，这一认知会迫使你立刻马上拿回你的道德主权。塞内卡曾把人生比作一场戏剧，戏演的长短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演的是否精彩。一个道德自主的人时刻准备着谢幕，他不害怕死亡，因为他已经在每一刻都完成了他的道德任务。他不需要向上帝祈求更多的时间来弥补过错，因为他活在当下，他的账目每天都是结清的。这种时刻准备着离开的姿态，让你对世俗的威胁产生了免疫。暴君可以威胁你的生命，但他威胁不了一个已经接受死亡的人。当你连死都不怕时，你还会怕被老板批评吗？还会怕被社交圈排挤吗？死亡是自由的终极底牌，它让你无坚不摧。现在，让我们把这一切落实到具体的行动上。我们谈论了这么多关于自主性的理论，但如果你不练习，它们就只是好听的耳旁风。建立道德自主性的第一步是重启你的晨间预演和晚间反思。每天早上问自己，今天我可能面临哪些失去自主性的诱惑？每天晚上像法官一样审视自己，今天我在哪里为了迎合他人而背叛了自己？我哪里做得好？哪里需要改进？这不是自我批判大会，而是战术复盘。没有记录就没有进步。你的日记本就是你灵魂的实验室，你要在那里一次次提炼你的理性。其次，我们要练习神圣的停顿。当外界的刺激，无论是诱惑还是激怒来袭时，强迫自己停顿3秒钟。在这个停顿中，你要对自己说，这只是一个印象，它不是事实本身。然后问自己，如果我顺从这个冲动，我是加强了我的自主性，还是削弱了它？起初这很难，你会失败很多次，但每一次成功的停顿，都是在你的内在堡垒上砌好一块砖。这座堡垒一旦建成，外界的风暴就再也无法撼动你内心的宁静。我们还要学会重新定义快乐。道德主义者认为快乐来自于放纵或赞赏，斯多葛主义者认为快乐来自于一致性。当你的行为与你的价值观完全吻合时，你会感受到一种深层次的喜悦。古希腊人称之为幸福、繁荣。这种快乐不是感官的刺激，而是一种流动的顺畅感，就像一条河流顺畅地流向大海。与这种平静而强大的喜悦相比，那些靠讨好别人换来的短暂快感显得如此廉价和肮脏。你要学会品味这种高级的快乐，让它成为你坚持下去的动力。不要害怕走上这条路会让你变得孤僻。相反，当你开始修炼道德自主性，你会发现自己加入了一个跨越时空的精英俱乐部。
苏格拉底是你的向导，艾比克泰德是你的教练，马可·奥勒留是你的战友。你在精神上永远不会孤单。你与身边那些随波逐流的人或许渐行渐远，但你与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灵魂却越来越近。这是一种更高质量的连结。你的存在本身会成为周围人的一盏灯塔。你不需要说教，你只需要是那个样子。你的坚定和宁静自然会感染那些寻求方向的人。当然，我们必须诚实，这条路充满了荆棘。你会有软弱的时候，会有想要放弃原则随大流的时候。这是人性的弱点。斯多葛主义并不要求你消灭人性，而是要求你驾驭它。当你跌倒时，不要陷入自怜，不要在那里哭泣说我真没用。站起来，就像摔跤手一样，拍拍身上的灰尘，分析对手的招数，然后重新投入战斗。哲学不是用来在顺境中装饰门面的，它是用来在逆境中救命的。你的每一次挣扎都是在锻造更强大的灵魂合金。还要警惕一种声音，那就是为了大局着想。很多时候，社会用集体利益的名义要求个人牺牲道德底线，这是最危险的陷阱。斯多葛主义告诉我们，没有什么集体利益可以建立在个人灵魂的腐败之上。如果你为了所谓的大局而作恶，你就是破坏了宇宙秩序的一环，这最终会损害所有人。真正的对大局负责，是你首先成为一个有德行的人。一个有道德自主性的个体组成的社会，才是真正坚不可摧的社会。守住你的底线，就是守住世界的底线。最后，我想用一个比喻来总结我们今天的旅程：做一团火。马可·奥勒留说，内心的统治原则就像一团烈火。当一根小蜡烛遇到风，它会熄灭；但当一团烈火遇到风、遇到木头，甚至遇到污秽物，它不仅不会熄灭，反而会将这些障碍物吞噬，将其转化为自己的燃料，燃烧得更旺。你的道德自主性就是这团火。别人的批评、社会的压力、命运的不公，这一切都不是阻碍你行善的借口，而是让你展现美德的燃料。你不需要祈求顺境，因为对于火来说，一切都是燃料。我们不再是那些祈求暴风雨不要来的孩子，我们是学会在暴风雨中航行的船长。道德不再是束缚我们手脚的绳索，而是让我们飞越平庸的翅膀。这不是关于成为一个乖孩子，这是关于成为一个强大的成年人。这是一种不再依赖运气的幸福，一种不再祈求认可的尊严。这才是斯多葛伦理学的真谛。它不是道德的说教，它是灵魂的武装。现在，这个选择权交回到了你的手中。当视频结束，屏幕变黑，你重新回到喧嚣的现实世界时，你会做什么？你会继续做那根混在人群中看不见的白线，随波逐流，直到被命运剪断？还是鼓起勇气，做那抹高贵的紫色，哪怕只有一瞬间，也要活出属于自己的色彩？这场战争没有观众，只有你和你的内心。但我相信，既然你已经看到了这里，你的心中一定已经有了答案。如果你准备好夺回你的道德主权，请在评论区写下我是那抹紫色，我是那一抹紫色。这不仅仅是一条评论，这是你对自己灵魂签下的契约。不要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在下一期视频中，我们将继续挖掘斯多葛哲学中那些被误读的深层智慧，帮助你在这个混乱的世界中建立起不可攻破的内在堡垒。让我们像战士一样去生活，像哲学家一样去思考，不为了掌声，只为了无愧于心。感谢你的观看，我们在真理的道路上见。